既不买俄罗斯的苏35，也可能放弃美国的 F-15EX。印尼采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，这后面说明了什么问题？据彭博社2月12日报道，美国国务院宣布，拜登政府批准向印度尼西亚出口36架 F-15EX 型战斗机，总价值95亿美元。接下来，美国国会有30年的时间审议这批军售，在国会通过之后，印尼就可以同波音公司商谈买卖合约了。美国国务院表示，这一军售一旦落实，将改善印尼这一重要亚太合作伙伴的安全，它是亚太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主力。美国为什么急急火火的要批准对印尼出口 F-15EX 战斗机呢？不是印尼非要买 F-15EX，而是人家决定选择阵风战斗机了。据半岛电视台2月10日报道，印尼已经决定采购42架阵风战斗机，成为继印度之后第2个采购阵风的印太国家。由于印尼空军的阵风订单数量高于预期，可能代表该国已经放弃了美制的 F-15EX 战机的采购计划。印尼先前的空军现代化计划中包括36架阵风、8架 F-15EX、3架 C-130捷运输机、3架 A330 MRTT 多用途空中加油机、6架 MQ-1 无人机和防空雷达系统等等。当然，美国是计划直接向印尼出售36架 F-15EX， 用于取代阵风。但是，印尼2月10日宣布阵风采购计划的规模高达42架，接近原计划采购阵风和 F-15EX 的总和。加上印尼的经济状况本来就不甚富裕，选择2种机型还要面临着后勤保障的复杂性，这有可能预示着F-15EX 已经遭到该国的放弃。印尼放弃 F-15EX 或者仅少量采购，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来说，其实是一记重击。印尼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选择呢？首先，印度尼西亚对美英澳推进的奥库斯联盟不满，让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是美国未来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的关键一环。但是，该计划对印尼也产生了严重的威胁。在这项计划中，印尼与中国都是受威胁者，而法国则是利益的受损者。其次，法国为了报复澳大利亚，撕毁常规潜艇的采购协议，可能给了印尼非常大的让利。这场交易也可以看成是法国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报复。最后呢，印尼可能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。印尼原来计划采购苏35，后来在美国的威胁制裁情况下，不得不取消这个项目。但是，一旦印尼全面采购了 F-15EX， 未来在外交战略上又会受制于美国。因此，印尼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一款非美国的主力战机。既然美国不让他买俄罗斯的苏35，那么印尼采购阵风战斗机可能就是最佳的选择。从印尼采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这件事情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印尼不愿意选边站，但他采购阵风战斗机的做法，可能也会对中国歼十 C 的外销造成一定的影响。由此可以看出来，歼十 C 战斗机的外销要想真的破局，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这主要是受到国际战略局势的影响。在这方面呢，法国、韩国等国家的军机所面临的阻力反而会小一些，但是中国的战机具有性能好、价格便宜等优势。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，我们的一些先进武器装备，包括歼十 C 以及常规动力潜艇，就有可能会逐步的打开局面。目前比较好的一项出口措施，就是与某些国家加强航空领域，特别是军事航空领域的合作，比如说中巴之间联合开发的枭龙战机。那么以这个平台为基础，通过巴基斯坦加强和其他国家的交流，特别是出口方面的交往，就有可能让中国的许多军用飞机平台走向世界。武器装备的出口呢，它取决于很多的因素，
包括你的技术水平、性能水平，当然与地缘政治也密切相关。因此，在打开军用飞机市场或者是武器装备出口市场方面，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